亚洲又出现了新联盟要对抗中国了吗？到底是哪个联盟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南海，聊聊中美之间到底在西太平洋这个地方战略最近有哪一些的最新进展。首先，我们要带你来看看美国最近又出了一份报告，这是五角大厦。然后这份报告呢，他就讲说红色警戒，红色警戒。然后你想说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好，他说红色警戒呢，因为他们公布了好多张的卫星影像，卫星影像呢就拍南海，然后拍南海拍什么呢？他就非常的 zoom in，拍到了南海好多个岛礁上头。他说：“你看，中国又来了，又在南海的这些岛礁上头呢，又开始扩建军事设施。然后呢，这个美国也很有意思啊，这个他们每天就用这个你知道看这些卫星影像，然后认真研究，然后跟昨天比较，跟上个月比较，跟去年比较，就说好，你看这个跑道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个基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边又出现什么，那边又出现什么。好，那于是呢就被他比较出来了，说近来呢这个中国呢，它在南海这个地方总共呢扩张到了27个军事设施，都是新增的。好，那多了这么多个军事设施呢，然后他说在南海的这些岛屿当中呢，然后呢又建造了3200公顷的军事设施，有机场，有训练基地，然后跑道，各种什么都有。所以呢，他就公布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影像，然后告诉大家说，你看，这就叫做红色警戒。这么多的军事设施又重新长出来，然后长了这么多，甚至还有战斗机的一个机库都在这个地方了。那于是呢，他就说，你看这个狼子野心啊，中国呢在南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侵略这样的一个意图在哦。那当然五角大厦是这样解读，那当然对于中国来讲会觉得，我本来9段线就画在这里，这个是中国的领海，那我在领海当中有一些军事设施。又怎么了？然后这个美国又要来这个长臂管辖，又管到这个地方来。那当然这是无解的题啦。这个美国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别的国家的领海，那中国觉得这就是我的，所以这件事情无解。但无论如何，简单来讲就是美国透过卫星拍到了中国呢这个领海里面，然后人家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设，然后就说你这是军事建设，所以你狼子野心。好，简单来讲是这样。于是呢你就看到了美国呢就不断的告诉大家说中国又做了什么，中国在军事上又扩张了什么，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就要红色警戒，我们就要很紧张，然后呢，所以我们就也要壮大我们自己的军事来抵抗中国。于是呢，你就看到了，在这份报告之后，国防部又有另外一份报告，美国的国防部这份报告叫做《台湾防卫军事议题》。好，他就讲了台湾到底应该怎么样面对。中国不断的在南海扩张，不断的在西太平洋、在印太地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军事的一个动作。那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呢应该要增加我们的国防预算。那的确也是如此哦。2024年、2025年，台湾的一个国防预算呢，从2.5%现在增加到3%以上。所以你看到了，的确，是不断在增加国防预算。那美国常常会出这种报告，告诉全世界或者告诉台湾说。中国军事好可怕，你要保护自己，所以你要增加国防预算，所以你要来跟美国买武器，好，通常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些报告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些美国它没有说出来的意图或者是秘密。所以呢，你在看这些报告的时候，你要有不一样的角度来想它。有的时候呢，美国都会说，解放军好厉害，好厉害，好强，强过了美国很多很多很多。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他要拿预算，或者是他想要卖军购，或者是反正有各种意图了哦。好，所以呢，我们要带您看看，这个是美国方面最近呢连续出的报告。好，那对于中国方面呢，当然现在中国也很清楚这个美国是怎么样在压迫他。于是你看到前一阵子，这个中国呢，他就控制住了他的稀土矿产。不往外出口，好，不往外出口呢？这个最急的跳脚的就是美国，所以你看，美国川普急得要命，赶快跟中国谈。好，谈了之后呢，当然谈到了一个这个关税的问题，就说好嘛，那我们就来谈。但是呢，你稀土可不可以开放出口啊？那中国呢 ？OK， 那你要跟我谈很有诚意，我就开放一部分出口。但是
依旧被管制的是关于国防，真正会用在国防用途上的一些这个关键的稀土相关的元素，依旧是被限制出口的，可以出口，但是你要告诉我你要用在哪里，那你要非常详细的告诉我，我都研究过了没有问题，我才出口。那在这样严格的管控底下呢，美国现在知道厉害了所以呢，美国的国防部他们已经有一个要求说，2027年要求所有的国防部的承包商，你都要把你的这些东西啊，你要卖给国防部，你要研究清楚里面的东西有没有来自中国的稀土，那你要赶快去找其他的替代来源，否则的话呢，他们就觉得这个美国的一个国防呢，国防安全整个就被中国呢掌控了那个非常要命的命脉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来看最近的状况在这个中国呢限制稀土的一个这个管制出口之后很多的一些稀土元素的价格都暴涨。简单来讲，像一样东西，我们来跟大家举例叫铧，金字旁，好，这个铧这个字好，那铧呢，它是做什么用的它呢现在的价格呢已经是普通标准报价的60倍了。铧这个东西呢，它可以耐高温，所以呢，战斗机的发动机要开始这个运作的时候，会产生非常非常极端的高温。那你东西你要有很厉害的金属啊，不然都熔掉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战斗机的这个喷气式的战斗机，它的发动机就要用这个铧这样的一个稀土元素来制作它，因为它可以耐高温。好，那于是呢，这个东西就非常重要，对吧？我要做战斗机，我就一定要它。但是问题是它好贵啊，现在它的价钱已经是平常的60倍了，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国防承包商就说，这真的没办法，但我还是得用它，对吧？所以呢，我的成本就提得很高了。所以呢，现在你就看到了中国管制出口，然后把东西变得非常贵，所以呢，以后美国要做战斗机呢，它的成本就提很高了，所以呢，这都是连锁效应。于是呢，美国就说我不能再这样被卡脖子，他们就去认真的这个找，说，我有哪一些的国防的相关的零组件，我有什么样的东西，它都是要来自中国当原料的。好，他们找，结果一找不得了，哇塞，他们总共呢，通通洋洋洒洒，通通列出来，发现他们的国防承包商所使用的这些零组件当中8万项的零组件里头的东西都要用中国的关键金属，否则就做不出来。好，那现在呢，这8万项你全部都要去找替代品怎么个找法不知道。但是呢，它反正有一个 deadline， 就是2027年，我们就来看这个美国这些这个2027年有没有办法办到，把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买中国的，那你有办法做出来吗？就让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好，当然了，你看到有管制，你看到那个价格飙涨，商机就在这里。最近呢，在美股当中有一档股票这个涨翻天了，好厉害它叫做这个 Palantir 是什么样的公司？它叫做 AI 国防 AI 军工股。在这个美股当中，大家说它是 AI 军工股，它其实是一个大数据做 AI 人工智慧的一个软体公司，但是呢，因为它有1半以上的业务都是跟军方做生意，所以呢，大家它叫做 AI 军工股。那其实呢，它就是比如说跟这个美国国防部有一些合作案然后帮他在怎么样他的一个这个国防部的一些相关的业务当中呢，我帮你做一些 AI 的一些优化等等然后呢，他也跟这个美国的太空军签约了，跟美国的陆军签约了，然后跟美军签约，他也跟乌克兰签约，反正就是哪里有战争他就哪里去赚钱。好，那他最近赚非常多钱，你知道他一年他的股价呢飙涨了500%，好，很厉害，50倍的概念。然后呢，你看到它的市值呢已经有379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已经挤进到全美国前20大，它胜过了 IBM， 它胜过了思科，它比美国银行的市值还要更大。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现在全世界这么乱，到处都在打仗就是这些军工巨头赚大钱，而且它的本益比高达276倍，比 Tesla 177倍还要高你看大家都是资金疯狂涌入这个地方赚钱，所以呢，当你看到到处都在打仗的时候，买一点这种军工股吧，好吧，就是我们也可以稍微赚点钱。好，那讲回来，我们带您看到近来呢，这个现在在亚洲这个彭博最近呢有一份这个报道，有一个这个专栏，好，它的这个标题很有意思，我想要念给大家听。彭博这样说：新的亚洲联盟
正在挑战中国。其实呢，在这个印太地区哦，美国过去就扶植了非常多的他一些盟友，那希望这些盟友在这个地方就充当美国的耳目，在这个地方盯着中国。好，那当然，比如说像是这个美日印澳的这样的一个四方对话的联盟，就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好，那当然还有各种，还有 AUKUS 对吧？有这个美国、英国跟澳洲嘛，那有各式各样的组织在这里。但是呢，现在又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亚洲国家自发性的一些结合或者是联盟，要来对抗中国。我们来看最近几个案例哦，一个是这个我们看到日本跟澳洲他们做了一笔生意哦，日本呢，他要帮澳洲打造他的军舰。你看这个很妙哈，好，那他要打造这个军舰是日本的很重要的一个国防承包商，叫三菱重工，然后他要帮这个澳洲打造11艘的一个巡防舰。好，那当然呢，这个陆陆续续会交舰哈，但是呢，你就看到了，这个日本跟澳洲他们的合作，军事合作当中越来越密切。那你看日本跟澳洲，就是我刚刚提到四方对话联盟当中的2位国家成员。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菲律宾跟印度现在也要变好朋友了。这2个国家哦，以前你很难把他们连在一起，但是呢，现在这个菲律宾其实蛮主动的，到处去找人联盟，要来这个抵抗中国。光菲律宾你是没办法跟中国抗衡。那菲律宾以前呢，依附在美国的这个背湾里哦，但是呢，现在他发现说，他好像得要自己去找一些其他的盟友来结盟了。那你看他找到了印度，那后来你仔细想一想，这2个国家的结盟好像也有点道理，因为他们都是跟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好，那看到了菲律宾跟中国当然就是南海之间的一些争议的这个海域嘛，那印度呢跟中国也是他们之间的一个这个边界上常常在发生冲突，所以呢，最近这2个哥俩好，他们2个都觉得自己被中国欺负，所以呢，这2个国家呢，现在呢，哎呀，只有你懂我，对吧？不然我跟人家讲，人家都不懂我的心情。现在呢，只有你能够懂我那种我的国家、我的领土好像被人家占走那样的感觉。所以呢，一拍即合嘛。所以你看到这个小马可仕啊，最近到了这个印度去找了莫迪，2个人相谈甚欢呐。于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就决定了，未来呢，他们要共同在军事伙伴关系当中呢，要更上一层楼。其实过去菲律宾就曾经跟印度买过这个巡弋飞弹啊，就是会去跟印度买是蛮特别。好，但是呢，这个菲律宾买了是岸基的，这个看到这个岸基的反舰飞弹啊，是一个超音速的巡弋飞弹。好，跟这个印度买。那现在呢，这个他们还要继续在这个讨论一下说，以后还可以买些什么啊？他们现在的一个这个合作方式呢是，印度跟菲律宾，他们已经开始在南海当中有一个联合巡逻。好，这联合巡逻呢，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军舰来来去去，我们巡逻。以后呢，很可能会让他们固定的来联合巡逻，但是这件事情让解放军非常生气。于是呢，我们来看到中国同时间，你在这个菲律宾跟印度联合巡逻，同时间我也来巡逻，这是我家后院，所以解放军也到这个地方来巡逻。他说这是我的例行性。那除此之外，你看到这个进来的一个这个解放军他的一个演习，越来越逼真。就在前几个月你看到了中国的双航母，我们那时候还讲说，哇，双航母第一次突穿了第一岛链，然后呢，他们这双航母呢来到了这个太平洋这个地方，其实已经远离了过去他们会演习的一个海域。那到这个海域呢，这2艘航母在做什么？这2艘航母呢，他们就开始做好几种不同的演练。他们在一个陌生的海域开始做了战斗机的一个起降训练，起降非常多次。这个地方的舰载机降落在另外一艘航母上，这个航母的舰载机降落在另外一艘的一个航母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这个模拟，如果到时候呢是在一个远离中国的一个海域发生战争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作战。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做一个演练，就是2艘航母山东舰跟辽宁舰，他们各自带了一些他们的舰队，然后呢，他们就模拟说我们是敌对方。2个航母的一个这个编队就开始对抗就开始模拟他们在作战。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军事专家就说，这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要培养他们的一个海军有一个
远海的一个这个防卫跟联合作战的能力，所以你未来很可能会看到，中国解放军把他们的一个航母派到了非常遥远的地方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开始做演习，就是要培养他们在远离中国的一个海岸线的地方也有能力可以去作战的哦。那当然呢，这些都是因应现在的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所以呢，其实不只是中国啦，很多国家都在演练类似的状况，像美国也带着一群国家在演练是这个跨国的一个这个联合作战嘛，等等等。好，但是呢，近来我们来看到在台湾发生的事情是，英国的前首相强森来到了台湾，然后呢，在台湾的一场这个印太安全对话当中，这个论坛里，他就说了，他认识的川普是坚定站在台湾这一方面的。你现在可能觉得他态度有点暧昧，那是因为他要去跟中国谈判，但他的心里头他是站在台湾这一方。好，这是强森解读，他说他很了解川普。那强森呢，他也说他会坚定支持台湾。好，但他卸任了，所以maybe 他利用他政坛影响力。好，但是呢，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就如同菲律宾最近动作频频，他去找印度，他也找上了日本。日本说可能会把一些二手的一些军舰啊，这个不晓得是要用卖还是用送给菲律宾。现在的一个地缘政治当中哦，你会发现美国呢其实很忙，亦或是美国现在透过他的关税战惹毛了很多他的盟国，所以呢这些盟国当中，特别是在中国附近的这些国家，都开始默默的去找上其他的志同道合或者是处境类似的一些国家互相结盟。你看到菲律宾跟印度就是这样结盟了之后呢，当然他们各自谈出了一些合作的方式，未来呢都是要针对中国。这就是彭博讲的，现在在亚洲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联盟，在共同对抗中国这样的一个状况，未来会不会越来越频繁？菲律宾找上了印度，下一个他会找什么样的国家？亦或是呢，在东南亚哪一个国家又要找上印度，亦或是又要找上日本？这我们都可以来持续观察它。但是呢，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近来呢看到了在南海这个地方，在整个印太战略当中啊，当然各自啊都是不断的在精进自己的军事实力了哦。那当然呢，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新进展，就让我们继续的观察下去。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近来地缘政治的一个最新进展了，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